我记得我第一天看到这支影片上架的时候，有3000多个留言，在3000多，我还真的很认真的滑哦，没有一篇是正面的评价，全部的人都是一片骂声。Hello，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立喆要来讲的这部影评是《小美人鱼》。哇，我相信蛮多迪士尼铁粉已经期待真人版的美人鱼很久了。虽然中间我们看过蛮多像是音乐剧版本的，或者是你去迪士尼游乐园里面，你总会看到一些就是扮演真人公主的小人鱼，可以跟游客照相。总之，小美人鱼是很多人成长的一个情怀。但是在真人版推出之后，就是大家一看到卡斯，真的也让蛮多粉丝蛮错愕的。好，先讲大家在错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经典的小美人鱼里面，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去讲她的人种，比如说她是哪一个族裔的人，但是在卡通的形象上面看起来，她是一个白皮肤、红头发的美人鱼。那这件事情在真人版的选角上面，她却变成了非洲裔的女孩，而且她还绑黑人脏辫。这两件事大概是所有的迪士尼铁粉最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根深蒂固的小美人鱼形象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很多铁粉的反弹就是爆发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小美人鱼的预告时。凭良心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蛮被歌声给惊艳到，我觉得哇塞，这个歌声。还有这海洋世界这些奇幻的色彩，其实是非常吸引我的。但我也必须说，那个小美人鱼的形象的确也让我吓一跳，觉得怎么跟我过去看起来的不太一样。但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非常的反感或怎么样。不过我却发现，在迪士尼的官网底下，我记得我第一天看到这支影片上架的时候，有3000多个留言，在3000多，我还真的很认真的滑哦，没有一篇是正面的评价，全部的人都是一片骂声，说怎么会找这样子女主角，什么。姑且不论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因为的确这几年，不要说是迪士尼了，整个好莱坞都在朝政治正确的方向进行，无外乎就是大量的启用非洲族裔或者是华裔、亚裔的演员来主演这些西洋电影，已经是这几年的风潮。当然，我们也很乐见，就是多元族裔，尤其是过去的少数族裔，现在有机会站出来，现在有机会成为主流。我们不是在非主流的市场里面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只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是已经矫枉过正了啊！当这些经典的童话角色都变成了跟我们小时候印象中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比较无法接受？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一点哦，其实小美人鱼这一部片，它本身是30几年前的电影，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它是1989年所推出来的动画片，当时我真的年纪也很小，对，一定要先装小一下。34年前的这部动画片，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见得看过。对这些没有看过34年前动画片的孩子们而言，其实现在真人版的小美人鱼，它只是一部新的电影。如果你以这个角度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一点都不糟啊，它其实是非常富有奇幻色彩的一部这个符合时代潮流，包括政治正确，以及非常吸睛的一部奇幻大片。成也经典，败也经典。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现在就连是你并不是34年前出生的人，也都看过小美人鱼，就是因为它就是迪士尼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所以很多现代出生的孩子们，其实家长在小时候也都会喂养给他们这些迪士尼的童话故事或卡通。所以即便他们不是看到这个34年前原始上映的这个版本，其实他们也都不陌生。但也因为这样，小美人鱼这部电影背负着非常大的压力。在这一次的选角，大家诟病小美人鱼的地方，除了选角卡斯觉得很奇怪，跟以前经典的形象不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更专业的影迷是有挑出一些知识性的问题，会觉得海域里面、海洋里面的动物不对劲哦。比如说塞巴斯汀原本的在动画电影里面它是一只龙虾，可是它怎么在真人版里面变成一只螃蟹？包括经典动画里面，大家一定会提到小美人鱼的这个好朋友比目鱼，在真人版当中就被诟病说它根本不是比目鱼啊，比目鱼怎么会是长这个样子？如果以外观而言，它比较接近的是条纹豆娘鱼哦。
所以有很多专家都是用放大镜在检视这部片。好，那如果就撇开这些科学的根据，以及跟经典的迪士尼电影的比对，甚至我们今天不要把它视为是一部迪士尼电影，就单纯以一部电影而言，单纯以一部1836年的安徒生童话去翻拍的电影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还蛮好看的耶。因为目前所有的负面声浪都是来自于你去跟过去迪士尼所翻拍的这部小美人鱼去做比较。但如果你就以电影本身而言，第一点，迪士尼所制作出来的电影，这个大手笔不用说，这些动画精致的程度、美轮美奂的程度，这些都无可挑剔。反正他们超级英雄片已经拍那么多了，像这样子的真人电影，其实也等于是用超级英雄片的资源去做，拍出来的东西不会让人失望之外，其实音乐也很好听。那在这一次的小美人鱼里面有多了几首是新的歌曲，因为近几年迪士尼的电影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它的音乐越来越偏向异国曲风，包括从 Let It Go 啊，甚至 Moana 海洋奇缘等等的，你都会听到它有加入很多这个异国风曲的元素，甚至有一些民俗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它已经不那么迪士尼的感觉。但这一次的小美人鱼版本里面的音乐，它其实也有延续上一次的，就是最经典在34年前的这个小美人鱼。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同一个作曲家所创作出来，其实蛮多迪士尼早期的经典动画也都是出自于亚伦·孟肯之手 Alan Menken 之手。我为什么觉得好看呢？因为首先我很喜欢电影里面的奇幻色彩。其实美人鱼这种生物在古书里面记载，它出现在非常多的地方，包括连中国、日本什么的都有看过美人鱼的身影。美是人家加上了，就是这个所谓人鱼，都是被视为一种妖怪、怪兽。那甚至在希腊神话里面，人鱼它为什么会叫做美人鱼？是因为它通常有非常美丽的外表，可以魅惑人心，魅惑这些水手船员，导致他们去发生船难，可能去撞礁啊，或者是自己跳水自杀。这种神话类的这个电影一直都是立者很喜欢的。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小美人鱼当中，它其实是有强化这种神话色彩的。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王子在听到了这个小美人鱼的歌声之后，就开始魂牵梦萦，无法忘记她。虽然他认为我一直去寻找这个女孩，主要是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但实际上王子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唱了一首歌，那首歌无外乎就是跟大家讲说，哇，他的歌声真的是余音绕梁，就是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缠绕不去，所以我无法忘记他，我就是一直想要找到他。其实这就是一种魅惑之术，它的确能够呼应对美人鱼这种妖精在我们都市传说里面所该有的既定形象，就是他的歌声可以迷惑人，他的外形、外貌、长相可以迷惑这些船员、水手。那因为王子他本身也是一个水手嘛，他其实是一个航海冒险家，所以这一切的人设跟这样子的背景设定，其实是非常符合的。我觉得光就这一点去看这一次的小美人鱼，你会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它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还有一段就是 Sea Witch 海中的女巫乌苏拉，当她幻化成人形，也要去魅惑王子的时候，她人类的乌苏拉现身的那一个 moment， 其实整个电影的那个氛围是瞬间，我觉得感觉起来它已经不是迪士尼的电影，它比较像是一个奇幻色彩，甚至带有点恐怖氛围的电影。这是我很喜欢这一次真人版，我觉得它可以说是就是更加成熟版本的迪士尼的电影。当然，因为它还是背负着有经典的期待跟经典的原罪所以它还是不能够就是跟电影原著差太多。但它有很多细节的安排，这一次我也是欣赏的。例如在卡通版里面的小美人鱼，她对王子真的是一见钟情，她只是看到王子在这个船板上面就开 party， 她就爱上对方。那这件事情可能看在现代人的眼里会觉得蛮肤浅的。那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他就有稍微在故事的铺陈上面去让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同理眼前的这个男生，甚至他有刻意在剧情里面安排，是他一开始其实从来没有看清楚王子的脸，他不是因为长相而喜欢他的。
他只是听到他的言论，因为小美人鱼她的年纪设定是在青春叛逆期的少女，她应该大概是16、17岁左右而已。那照理说，这个王子也是差不多年纪相仿的。他在海底世界为什么过得很不开心？就是他觉得他充满了求知欲望，他想要找到自己是谁。这个是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们都会有的一些迷惘。他想要找到自己，想要定位自己是谁。他有很多问号，想要去寻求答案。所以，他在海底世界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找到这些答案，而且他的父亲、他的家人无法理解他，他觉得自己是在海底世界的边缘人。那这个心情也是青少年非常常见的。他反而是先听到这个王子也在抱怨同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为什么有很多不同的治国理念，可是却不被认同。他想要融入他的族群，融入他的人民，想要去体验人民的生活，可是却被不断的告知，不断的框架说，贵族要有一个贵族，王子要有一个王子的样子。那这个完全就是打中、切中小美人鱼也一样有同感，这叫做同才的感情，同温层。所以小美人鱼对王子再也不是因为看到他的外形、看到他的帅气一见钟情，而是我认同你的想法，我认同你的理念，你跟我一样，所以他想要认识这个人，所以他一直想要偷看他长得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完全理解，尤其过去版本的小美人鱼，应该想说过去版本所有的迪士尼动画都被诟病一见钟情这件事情，就觉得那个实在是童话故事，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角度。但是他这一次这个在真人版电影里面，他有让这件事情是我可以理解的，我可以赞同的。尤其我身为一个青少年的妈妈，我也知道孩子在这个年纪其实的确会寻求这样子同文、这样子的认同、这样的同才情感，所以他很容易被对方吸引，不见得是因为外形，当然外形有加分，可是更多的是我跟你是同一种人，我觉得他更是找到一个心灵的可以交流的对象。那还有很多东西是去除掉过去的童话成分，像以前很经典的那些歌啊，就是 Under the Sea， 大家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语种啊，在那边敲锣打鼓的。在这一次的电影里面，虽然这些经典的歌曲都有被保留住，可是你会看到它所用的呈现方式是真实的海底世界。也许如果你真的去探究说，海底世界真的有这样的物种吗？这个物种他们会凑在一起吗？但是那个科学角度，我并不是那么专业的海洋专家，我就不予置评。可是假设你摒除这些元素，你就是把它单纯当做一个就是奇幻，它不是存在于这个真实世界上的一部奇幻片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至少这些生物的行为，他们只是在海洋里面飘，不会真的站起来敲锣打鼓。我会觉得它真的让我有真人版的感觉，真实版的感觉，不再是真的非常童话的那部迪士尼电影。所以纵观这些元素，你把它切分开，你不要把它视为一部迪士尼经典电影的翻拍。你如果把它单独想成我就是一部有关于人鱼、美人鱼传说的一部电影来看，其实它是很好看的。尤其如果现代的孩子他是没有看过过去那部经典的动画的话，你再来看这部电影，其实他也会一样很享受，因为他就不会有这个刻板印象，认为他怎么跟我印象中的小美人鱼不一样，他不会有这样子的落差比较的心态。还有关于小美人鱼绑脏辫这件事情，我知道也有很多就是迪士尼经典的粉丝会觉得很无法接受，但是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虽然小美人鱼的头发在水里面这样子非常美柔顺的这种感觉，这的确是过去在经典卡通里面的一大特色，小美人鱼的特色。但是如果今天真人版的，无论是小美人鱼也好，或者是我们人真的在水中的话，其实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所以她的头发并不是完全整头脏辫，它是脏辫当中夹杂的一般的头发，它等于就是头发里面有绑辫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它在水里面的这个流动感才不会是无法受控，才不会让你觉得真的很不真实。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真的很在乎真实这件事情，包括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动画版的小美人鱼，它跟身边的这只比目鱼的比例也是差很多，那比目鱼真的有够大只的。可是真实版的，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真人版的小美人鱼，它跟它身边这只
不是比目鱼的比目鱼，就是这一只鱼的比例就是比较真实世界里面会产生的比例。那这个真实化分成2个层面，一个是在 size， 就是所有东西比对的尺寸上面，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它跟现实世界中真的会发生的情况是让你觉得可以比较能够接受跟理解，就不像过去童话故事感觉是没有中间的过程就直接跳到结果。那在电影版毕竟它有2个多小时，它可以好好的交代这件事情。虽然也许有些人还是觉得我就是觉得3天就能够恋爱爱上对方这件事情不可能。再加上这一次的真人版小美人鱼，严格来说并没有满足迪士尼铁粉的期待哦。希望这个迪士尼在过几年之后，可能还会再翻拍一部能够满足今年粉丝真正期待的小美人鱼真人版。这些经典公主系列的真人版目前几乎都已经被迪士尼给拍出来了，像是睡美人，也就是安吉丽娜·裘丽所主演的黑魔女，以及灰姑娘、仙女奇缘，还有美女与野兽、阿拉丁、花木兰这几位公主都已经拍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白雪公主，卡斯也确定了。虽然瑞秋是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女演员，不过她的既定形象跟我们过去所认知的白雪公主也一样差很多。到时候会不会也造成一些经典粉丝的冲击呢？也让我非常好奇。不过我个人还是一样非常期待看到白雪公主跟听到白雪公主真人版的歌声哦。那接下来我还期待2部真人版的公主系列电影，就是《冰雪奇缘》以及《长发公主》。希望迪士尼到时候所拍出来的这2部真人经典的公主电影，不要再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让粉丝失望了。不过真的也不容易呀，迪士尼好难。加油咯！好，以上就是立喆今天的心得分享，希望你会喜欢。记得敲下订阅键，打开小铃铛，就会获得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更新的新影片。有时候是专访，有的时候是影评。下次再见了，拜拜！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